哎呀，让娘看看。哎呦，沫儿啊！你爹爹怎么让你出来了啊？莫不是梁家这婚事成了？不错，就是寿安堂那个老婆子亲自去提的亲。管他是活了几十年的老妖精，不照样还是被我们母女俩的手段给降服了？哎呦，你可熬出头了！哎呀，娘也熬出头了。爹爹放我回来看你，我怕日后我不放心你。不怕，不怕啊！哎呀，当年魏氏那个小狐狸精死的时候也闹过这么一场，最终又如何？你爹爹还不是跟我和好如初了啊？没事。再说他与寿安堂啊，终究不是什么亲母子，不会对那个老太太言听计从的，放心啊。哎，大不了娘再稍微使点手段，寻个死什么的，你爹爹就会乖乖的回到我手掌心了。哎，什么时候办事说了没？说是这个月择个吉日发轿上门。哎呀，这个月是仓促了些，不过这好不容易争来的婚事，也只有赶紧办了才安心，省得夜长梦多呀。来，这些啊，都是我这些年东拼西凑攒下的。伯爵府啊，豪门大院，不带些丰厚的嫁妆过去，恐怕是要让人耻笑的。哎呀，但就是这些东西，娘也得给你哥哥留一点儿，要不然，娘，就这些东西你都给我带上了，也不敌大姐姐嫁妆的一半，多小带些就行了。而且，娘当初嫁入沈府的时候，不也是身无分文吗？现在不照样过得比大娘子都风光？女儿有志气，就算不靠娘家的这些嫁妆，依然能在婆家活得风光。我的梦儿乖，有志气，比你那哥哥强。你哥哥若有你半点心气，这盛家早就是我们娘儿仨的囊中之物了。可惜呀，娘，娘，若我走了以后，你在盛家的日子不好过，你也别烦恼，只要耐心等上些时日，等女儿在梁家站住了脚跟，我就回来接你啊。好，娘有你这句话就放心了。锦江那边设好的水田，还有南店的铺子，还是给我带着吧。三哥哥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我带过去也好帮忙身。四姑娘，待会儿出去的时候，您别站得太直，务必弓着点身子啊。四姑娘出门了。
女儿今日出阁，拜别双亲，愿父亲母亲福寿绵长，富贵无极。今你既出阁，就是别家的人了。到了夫家，孝顺公婆，体贴丈夫，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造化。好了，别耽误时辰了，出门吧。小娘，送姑娘出阁是大娘子的事情，您是后院的人，不宜上前。今天我姑娘出阁，好歹让我看她上了花轿都不行吗？主君说，叫梁家迎亲的人看见小娘如此没规矩，盛家丢不起这个人。红郎，红郎，红郎，快把她押回去！女儿就要走了，父亲还是不肯跟女儿说句话吗？自今日起，你就成别家人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女儿深陷父亲养育之恩，很用不着。我疼你一场，不成想养成这个样。到了梁家，你享福也罢，受罪也罢，都是你自己的缘法。日后若是受了委屈，也用不着回来哭。这不是你自己选的路，现在又哭什么呀？父亲说的对，都是我自己选的路，女儿绝不后悔。丹哥哥，走吧。新娘子出阁喽！官人，外头还有好些宾客，我们还是去应酬一番才行。有劳大娘子。
什么？啊，东荣，东荣，东荣，我是伯爵公子的亲岳母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我是伯爵府公子的亲岳母，我女儿将来就是伯爵府大娘子，你们敢对我无礼，我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你想怎样？欧拉，你怎能如此无情？我当初摆着外面的正室娘子不错来给你做妾，我遭人白眼20多年，我给你生儿育女，欧拉，欧拉，红拉，你对他如此绝情啊！别打了！都出去！打死你！把他送到城外平顶庄，看押起来，永世不得离开。那07阁的其他人，替墨兰的那2个打死，其他的找个人牙子来，通通发卖，一个不留。主君3思，一死一慢，这院子可就都空了，只怕外人揣测家中有事。跟着他替他的那2个知心不报，罪魁祸首务必打死，找个说法应付外面就是了。其他的先留下吧，让他们到前院去干粗活，倒夜香、洗衣服。再过个1年半载，事态平稳了，再找人牙子慢慢发卖。是。
呢？林氏在里面吗？哦，在。小桃姑娘有什么吩咐？老太太吩咐咱们六姑娘要跟着车子，要亲眼看着林氏入庄子。平岭山那地方不干净的很，姑娘如何去得？我也不知道老太太为何要这么吩咐，不然妈妈去问问老太太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只怕辛苦了姑娘。你们先前头走。好，咱们走吧。快！六姑娘上车已经走了，我看天色已晚，使唤了4个身强力壮的给六姑娘使唤。因这次是额外的活儿，不知道这次回来能不能给点赏钱呢？哎，方妈妈，您不知道吗？六姑娘说是老太太让她去押车的。我何时叫她去押解林晴霜了？我听着话茬不对，我就装作知道此事，赶紧回来了。事关六姑娘，还是以谨慎为好。去把丹菊叫过来问问。我已去问过了，丹菊说六姑娘临走前说去园里散步，并无什么反常的。难道说看着林晴霜落难，跟着去取笑一场？我们姑娘来这一趟，真是辛苦各位娘子了。哎，这是请各位娘子吃茶的。听那个贱人在叫，他犯了这等事情，难不成还想让我们盛家给他请郎中不可？混账高僧！你是赶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是红郎叫你来的。是王若弗那个泼妇叫你来的吧？哼！哼！你给我听好了，现而今我被丢到这里，可我始终是伯爵府媳妇的亲娘。等我的默然在梁家坐稳了，我依旧可以坐稳林七阁。当初梁家也打过你的主意，可惜啊，我的默儿高你一筹，你现在就是嫉妒的吐血、滴血，也没有用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嫁入梁府。你不想嫁到梁家？你故意的，你故意同武大娘子接近，你故意，你让我们以为你要嫁到梁家，这样我跟默儿才铤而走险，死灰两寒。是你，
是你。可是为什么呀？啊？为什么不做梁家的嫡娘子？为什么要把我的墨儿？你知道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知道呢？我不怕，我不怕。就算是告到开封府，他们也拿不住我的把柄。是他来害我的，是他先来害我的，是他先跟我作对的。我什么也不怕。他被王若甫那个贱人买回来对付我。一个被王若甫那个贱人买回来的货色，他明知道红郎最稀罕我，他还想一个一个的生啊！生了你这个小贱种，还想再生个儿子傍身。所有挡我路的人，通通都要被我一脚踢开。我不怕。到底要图谋我什么？你到底要图谋我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谋划？你告诉我，你的阴谋是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别走！你回来！生命来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有人要害永昌伯爵夫媳妇了！别走！生命来！祖母，明兰特来拜请祖母万安。哈哈，我如今起六爻卦，都看不破我们六姑娘的心思了。孙女确实有事瞒的祖母，你就笃定我揭不破你的骨面？祖母，孙女心里想着，祖母是这世上最疼孙女的人。如今最疼你的，都被你用来拿捏了。可叹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竟中了你的算，还真舍不得揭破你。孙女心中有大事，不敢提前禀报祖母，也不敢奢求祖母的宽容。既然不能提前告诉，现在事情已经办了，那就说吧。
还没到说的时候。嗯。如今你大了，主意也大了，学会跟祖母兜圈子了。有什么事你就直说，祖母替你拿主意。还不说是吧？那好，这几日你就不用出门了，回房里好好想想，想好了再来告诉我。是。这丫头，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姑娘这2天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院子，只是写字、绣花，闷了就在院子里溜达溜达，给花松松土什么的。她没提平岭庄的事？没提。姑娘平日就不是个话多的人，从不多说半个字的。问了小桃了吗？问过，小桃说了，姑娘进屋里去了，让她在外面伺候着。隔了一阵子，姑娘出来就带她走了，她也什么都不知道。这六丫头真沉得入气，换了人，冷了这些日子早慌了，她倒镇定自若，还不告诉我。哼，姑娘大了，有自己的主张，你去伺候她，多看着她些啊。有什么动静痕迹的，就回来报我。别怕她说你是儿抱婶，你是她身边的，也是我给去她身边的。是。给大娘子道喜，给大娘子道喜。如兰的婚事还没着落，我哪来的喜事？今天，平岭庄的来人报信儿，说林七阁那位死在牢里了。当真？这关了没2、3天，怎么就死了？你没听错，我抓着来人问了3、4遍，没错，是真的。怎么死的？说是病死的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？奴婢最知道您的心思，我仔细打听过了，说是打板子出的毛病。那板子是东荣打的，东荣是官人的心腹，怎么会有毛病？奴婢听说，东荣小哥手上有祖传的手艺，一顿板子皮开肉绽。有手艺？说祖父是衙狱当差的。我说当初他儿子输了华儿的辽东宴，被东荣生生的打了一顿，没2天就活蹦乱跳的。那贱人能舍得如此毒打？听说那贱人是皮开肉绽后，庄里头的不许医治，后来那破的烂的就连成一片了，没挨上几天就断了气。若是主君知道东荣的手艺，主君定是知道的。这样说来，那贱人的如此受罪之死，定是主君。娘子，别怕，主君也是恨极了。那贱人纵女无度，若非老太太出头，险些害了全家的孩子，主君定是恨极了。官人不但恨他败坏家里的声誉，也恨他骗了自己这么多年，还恨他既然骗了，
为何不一直骗下去？很难临到头了，非要把实话说出。娘子，奴婢给您烫壶羊羔酒，暖暖身子。林老太太，林小娘没了。什么时候？怎么没的？今天早起发现的。送饭的人进去一摸，人早凉了。说是进去的时候就病了，满嘴的胡话，兴许就是病死的。原本和他家也没什么旧交，他家说有。破家的时候，把他送到我手上。林清霜这个人，他心里有10000个主意，面上仍能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。如今这个结局，他给家里惹了多少祸事呢？这手上还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命官司。老太太，你对他也是仁至义尽了。人命官司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？六姑娘来给老太太请安了。姑娘快进来，今日有煮好的汤茶。孙女是来请罪的。你去平岭庄，就是做这件事情。祖母，您知道了。我还没老糊涂。你们都停下，今日有事儿，你们都到外面去忙。是，跟外面办事的说一句，没什么事儿别往这边来。是。林晴霜害死我生母，湮灭罪证，逍遥法外。如今，我终于找到了当年的人证，拿到了口供。无奈，我爹不愿昔日丑闻重见天日，孙女无可奈何，只得设计，让林小娘自投罗网。他们母女贪慕虚荣，做出此等丑事，是自甘下贱。怎么能是你筹谋得出来的？是我。当初我只是想激怒四姐姐，令她犯错，这样林小娘就会像往日一样护着她，与她一并犯错。可是四姐姐见着我与梁家亲戚，
心生嫉妒，屡次斥骂我。孙女才发现，原来还有这条路可走。于是，便假意与梁家亲近，激怒四姐姐，令她险些刮花我的脸。可没想到，父亲仍旧不愿意处置林氏。是我早就已经知道梁寒和四姐姐私会，眼见着他们泥足深陷，也是我暗示大娘子去玉清观，去戳破他们的奸情。你糊涂啊！这是你一个尚未出阁的大家千金做出来的事吗？如此曲折繁琐的计谋，稍有半步差池，便会身败名裂，你就一切全完了。你想过没有？我想过，可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。什么容貌、名声、姻缘，这些都算什么东西？你小娘林晴霜害死我娘，一尸两命。她今天死了，是她罪有应得，是她死有余辜。孙女就算是死了，也要从坟头里爬出来去报仇。你平时看起来乖顺听话，做小伏低，难道都是做戏吗？孙女对祖母的敬爱之心，天地可见，绝无虚假。只是，如今孙女办了这样的事，此事罪该万死，请祖母责罚。怪我，没有替你做主，没有替你出头，让你一个人做出这等险事来。祖母，我不后悔，是孙女对不起你，是孙女一直在欺瞒您，您打我吧。对不起，祖母。打疼了吧？不疼。你下的院子里那些人，可有知道内情的？孙女不敢透露半点，担心打草惊蛇。这就好，这件事情除了你我之外，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全当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。就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吧。王师大胜，大破叛军！白兄弟，啊，应该叫白大人才对啊。关起门来还是喊兄弟的好，叫大人多生分。回到你们家我都不敢去了。早的话，我们家的大门啊，随时为你开着，你什么时候来都是好茶饭。等我吃过你们家米，别跟我瞪眼啊！南下打仗几个月，居然来了这么多新人。
朝花开傍柳，寻山无觅听候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偷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